根据最新战况，同盟军已经拔除了老街周围大大小小将近140个据点，老街城已经四面楚歌，成为一座孤城。那为什么不直接进攻，一口气拿下呢？上一期视频我们也分析过，果敢老街战前的电诈园区少说也有4、5万人，现在果敢方面也只是象征性的向中国警方移交了几千名的涉诈人员，加上之前小部分电诈公司解散放人回国，加起来可能也就2万多。如果直接进攻剩下的人员怎么办？其中大部分还都是中国籍，就算之前有涉及电诈，也得想办法营救回国再算。当然，4大家族方面不会轻易放手，所以这2天我们看到果敢老街很多全副武装的车辆载满了疑似中国籍人员，明显是将园区人员转移到更靠近4大家族武装的地区扣做人质，让同盟军对老街城区进攻投鼠忌器。而且4大家族已经宣布封锁老街的进出口，不让民众离开，这真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，要把果敢老百姓的命绑在一起，简直丧心病狂。当然，中方不会让4大家族轻易得逞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温州警方对明学昌家族的4名重要成员发布了通缉令，并将他们定性为犯罪诈骗集团重要头目。明学昌家族论实力算是果敢的第5大家族，明学昌之前是果敢副主席，手底有一个警察21营，同时也是造成1020恶性事件的卧虎山庄实际控制人。很多人奇怪，这次对明家发布的通缉令没有包括明学昌的长子明国安，他之前一直都是警察21营的营长，反而是21营的大队长老二明国平被通缉。一方面，也许之前明国安摔马之后，确实把部分权力放给了明国平，在这次事件中关联不大。另一方面，大家别忘了，明国安儿子还在国内某高校深造呢，所以再次奉劝明国安，为了保全家族血脉，重新夺回21营，大义灭亲，把4位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充分的犯罪分子主动交给中国警方，更何况还有10到50万的悬赏金呢。你们搞这么多年电诈，早就习惯逼电诈人员向自己的亲朋好友下手，应该明白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道理。另外，卧虎山庄名义上的老板傅文斌之前已经被缅甸军方控制，并且表示将在接受专项调查后交给中国警方，希望缅军方能说到做到。与此同时，网上还传出了3部电诈头目公开忏悔视频，主角分别是果敢4大家族之一魏家公子魏清涛、4大家族刘阿宝的胞弟刘正奇，还有一位是明学昌女婿毕慧君。其中刘正奇是缅北果敢福利来集团现任总裁，他的哥哥是福利来集团董事长刘阿宝，也就是说刘正奇相当于福利来集团2把手。作为福利来最高行政主管，在集团中有管理权但没有最后的决策权。和刘正奇一样，魏清涛是缅北果敢老街亨利集团的总裁，兼果敢警察部队21营第1连副连长，他的姐姐是亨利集团董事长魏荣。3人的忏悔录视频所述的内容完全一样，而且明显有念稿子的痕迹。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3位电诈头目拙劣的演技。家人们，我是魏清涛，目前我在中国这边一切都好。家人们，我是刘正奇，目前我在这边一切都好。我是毕慧君，目前我在这边一切都好。你们放心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我认真思考了很多问题，也想了很多。我们搞电诈挣的钱，都是中国老百姓的养老钱、看病钱、救命钱，多少家庭支离破碎，多少人也倾家荡产了。我们家族绝不能再从事电信诈骗活动，绝不能再对中国人民造成伤害了。这次中国政府下定决心，不清除电诈，绝不收兵的。不清剿电诈，绝不收兵。不清除电诈，绝不收兵。你们也千万不要再抱有任何的幻想了。你们千万再不要抱有任何幻想。你们千万不要再抱任何幻想。目前老街正在发生战事、战乱，随时可能造成很严重的伤亡。你们要抓住最后机会，赶紧打开园区，把中国人主动交回中国。如果电诈园区出现中国人伤亡，哪怕1个或者半个，这个后果我们根本承担不起的。中国政府也一定会让我们血债血偿的。中国政府一定会让我们血债血还。中国政府一定会让我们血债血偿。所以，家人们，这次情况非常的紧急，不同以往任何的时候。考虑我，给自己留条活路，赶紧放人吧！赶紧放人吧！赶紧放人吧！
很明显，刘正奇和毕慧君对镜头还有点不习惯，有明显念稿子的痕迹。魏清涛毕竟之前是小网红，已经驾轻就熟了，最后还用手上动作给自己加戏。对于3位国际友人的演技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？满分100分能给几分呢？不会吧，这么多打0分的，看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大家对于犯罪分子零容忍的态度值得赞扬。犯罪分子演技再高，也只能是0分。同时，3位国际友人也透露了非常关键的信息：第一是老街还有大量中国籍人员被扣留；第二是缅北战事绝非偶然，中国政府已经下定决心，不清除电诈绝不收兵；第三是如果4大家族还是顽抗到底，造成任何一个中国人伤亡，中国政府也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欣赏完拙劣的演技，还有更搞笑的。本人某音频道被缅北4大家族之一的刘阿宝实名投诉了。上一期有关揭秘缅北老街诈骗园区排名的视频中，关于刘阿宝的部分，在某音平台被刘阿宝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实名投诉，惨遭下架。这是后台被投诉的截图。如果搞诈骗都讲名誉，那世界早就和平了。首先，刘阿宝所谓的名誉不值一提，要不然怎么有脸接闵昂来亲手颁发的缅甸国家最高弘法杰出贡献奖？本频道只不过是帮忙弘法罢了。其次，刘阿宝是缅甸果敢人，中国法律规定不承认双重国籍，所以刘阿宝实名投诉时提供的身份证信息没有法律效力。这个叫刘阿宝的人身份很可能是假的。刘阿宝的弟弟都已经亲口承认了犯罪的事实，还有什么好遮掩的呢？坦白从宽不是更好吗？或许是戳到了他们的痛点，其他平台也有随时被下架的风险。既然刘阿宝这么喜欢名声，希望大家能帮他多多点赞转发。最后，平台方面也要求在10天内发布澄清声明。没问题，本频道检影指南特此声明：打击犯罪人人有责，电诈不除绝不收兵。我们的任务是铲除电诈，消除毒品，解救同胞。同志们，有没有听见？